来自世界的最新要闻，这里是世界简报。拜登关于在华投资的行政命令面临障碍。日经亚洲，在白宫试图争取关键盟友支持并应对国会和华尔街的国内反对意见时，拜登政府早就预期的对华出境投资筛查机制继续被推迟。这一筛查机制将由乔·拜登总统通过行政命令提出，重点关注对军事应用具有潜在影响的双用途技术的投资，例如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可能也会被纳入其中。助理国务卿保罗·罗森上周在向美国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时，就有关对外投资的政策讨论表示，我们的愿望是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美国的投资和商业技术支持有可能削弱我们国家安全并使美国人面临风险的关切国家的军事或情报能力的技术的推进。预期的措施经常被描述为反向 FIAS， 这是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FIAS， 该委员会审查对美国的外国投资，但其范围要窄得多。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今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这些是有针对性的措施。正如北京方面所说的那样，这并不是技术封锁。沙利文在2021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一方法。今年3月，商务部和财政部的报告显示，政策决策将很快到来。对华出境投资进行筛查的想法以前就已经提出过。2018年外国投资审查现代化法案最初包括 FIAS 有权审查对华出境投资活动的条款，但由于来自商业界的游说，这些条款被从该法案中删除。拜登政府选择使用行政命令而不是更冗长的国会程序和其中的政治障碍。印第安纳大学国际研究副教授、前国务院外国投资安全案分析员萨拉·鲍尔·丹兹曼表示，他们没有可以参考的模板，并且他们受到了来自商业界的担忧。因此，这两件事的结合使得他们很难遵循最初的时间表。导致拖延的原因是贪婪。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贝捷研究首席经济学家德里克·斯奇斯说，他表示，金融界希望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在中国进行更多的投资。这并不意味着他即将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他只是想保有这个选择权，通过行政命令制定规则，而不是通过国会赋予白宫在制定新的筛查机制方面更多自主权。但制定一项具有约束力但又不过于繁琐以至于无法获得支持的行政命令是另一个挑战，特别是白宫希望欧洲和日本的盟友加入并考虑制定自己的对外筛查机制的情况下。在5月发布的公报中，7国集团确认出口管制作为基本政策工具，并表示在10月的会议上，7国贸易部长将就对抗贸易挑战，包括经济胁迫进行协调或共同行动。欧洲委员会2023年工作计划表示，该机构将就对外战略投资控制是否需要额外工具进行审查。德国还在考虑为对中国的德国和其他欧洲公司进行安全关键性外国投资审查的法律依据。如果没有国际伙伴以这种多边方式对此进行处理，其他人只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资本就像水一样，你挤压它就会流到其他地方。前财政部监督与执法主管、现任金斯拉法律事务所成员菲利普·路德维格森说，在与关键盟友制定一个解决各方关切和目标的筛查机制的过程中，考虑到他们与中国的不同关系，尤其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像沃尔沃汽车集团这样的瑞典公司大部分由中国的这家吉利控股集团所拥有，对技术上是否属于对中国的投资进行分类可能是困难的。华盛顿政治也在拖延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最近关于债务上限的对峙使白宫的议程上的非紧急事项被搁置。5月下旬，帕特里克·麦克亨利代表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人致函财政部长贾纳特·耶伦，要求了解有关计划中行政命令的更多信息。麦克亨利问道，过去的美国投资是否有助于开发这项命令所涵盖的技术，以及近年来的投资价值是否将受到新的禁令的约束。麦克亨利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人。在亚洲，韩国保持了一种对外投资审查程序，台湾也对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制定了特殊规定，但这样的筛查制度将是美国首次出现。路德维格森说，美国投资者永远不会对限制其投资组合表示欢迎，但在两国之间持续的经济争斗中，在很多方面，
他们已经为与中国的业务面临的进一步障碍做好了准备。他说，金融界可能会接受一个非常有限的、有针对性的方案，该方案以手术的方式针对特定的国家安全风险。他说，金融界可以读懂地缘政治的迹象，并根据需要调整其策略。坦克、导弹和部队，乌克兰反攻开始的一周。英国独立报，乌克兰的反攻将改变正在进行的战争的结果。随着该国要求西方盟国提供先进的武器、坦克、导弹、大炮和战机，从扎波罗热到顿涅茨克再到巴赫穆特的广大前线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卢甘斯克也受到导弹袭击的袭击。乌克兰对俄罗斯边境进行了袭击，以保持敌人处于守势。煮龙虾的最佳方法是在微波炉中，米其林厨师说。英国每日电讯，米其林2星纽约厨师 David Chang 曾表示，用微波炉烹制的龙虾可以美丽。Chang 的启示得到了其他烹饪专业人士的不同反应，其中一位是 Mark Hicks， 将这个想法描述为对我来说是新闻。另一位是 Mitch Tonks， 他说他将坚持传统的煮沸方法。David Chang 本人表示，人们会认为这种技术反常，但补充说，它真的太好了。他认为蒸汽烹饪是微波炉的优势。Chang 之前写过一本关于用微波炉烹饪的书，但没有提到龙虾。特朗普在秘密文件案中的录音可能会使他入狱。英国独立报，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6个月后，在一次录音谈话中承认，他无法合法地解密他拥有的敏感材料。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特朗普涉嫌不当处理数百份包含分类标记的文件，这些文件在他的 Mar-a-Lago 庄园的盒子中发现，以及他是否向当局和他的律师谎报他保存的记录。据说这盘录像带是针对前总统的联邦案件的核心证据。前总统将在佛罗里达州的联邦起诉书中正式面临7项指控。迪士尼电影在中国因选角问题上的种族主义反弹而失败。卫报，迪士尼的小美人鱼在中国的票房表现令人失望，自5月26日上映以来仅赚了360万美元。尽管在哈利·贝利 （Halle Bailey） 出演主角后受到种族主义指控，但中国评论网站豆瓣上的许多负面评论批评了这部电影的情节和执行，而不是演员的种族。中国当局也不愿批准西方电影上映，这导致好莱坞在这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香港是这部电影表现第2好的全球市场。乌克兰最终如何发动反攻，以及它是否会成功？英国每日电讯，乌克兰军队已开始对俄罗斯军队进行反攻，据称反攻于本周早些时候开始。该战略围绕过去2个月在俄罗斯控制领土内不同地点进行的一系列探测袭击。被称为俄罗斯自由军团的乌克兰武装和支持的准军事组织也对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进行了突袭，使俄罗斯军队捉襟见肘。乌克兰的反攻使用多个小型攻势，而不是全力以赴，通过小团队打击较小的地点，其中许多集中在第聂伯河以南的地区。从中期来看，乌克兰希望切断通往被吞并的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路桥并封锁供应线。乌克兰人已经遭受了重大的车辆损失和死亡。韩国就美关系言论召见中国特使。半岛电视台，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 Sin Hai-ming 因批评首尔过于远离美国而远离中国而被该国外交部传唤。韩国第一副外相张浩振在与韩国民主党领袖李在明会晤后称行的言论毫无意义和挑衅性。首尔认为这次会议违反了外交礼仪，并试图干涉国内政治。韩国发现，在2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很难平衡其对数十年来盟友美国和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依赖。尹锡悦总统的政府强调了与美国结盟应对朝鲜和威胁的重要性，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寻求韩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加强3方合作的一个关键目标。11名联合国维和人员被控在中非共和国进行性剥削和性虐待。多伦多星报，联合国表示，中非共和国的11名坦桑尼亚联合国维和人员被指控性剥削和性虐待。联合国内部监督事务厅收集的初步证据显示，该国西部的该单位涉嫌剥削和虐待4名受害者，其中一些人被认为是未成年人。联合国此前曾面临驻中非共和国和邻国刚果维和人员强奸儿童和其他性虐待的指控。谢谢收看世界简报。